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外媒报道，北京理工大学在《气体物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中国可能会研发一种比波音737更大的高超音速飞机。这架飞机呢，比波音737-700要长将近1/3，机身顶部装有2台吸气式发动机。这种设计有一对类似于哥特式三角翼，而翼尖呢装有2个小翼，这2个小翼可以当方向舵使用。这样的一个外形能否做高超音速飞行，以及它的最大平飞速度是多少，这个呢引起了大家的热议。那么从现在杂志上所披露的这个外形看呢，应该说它还不是一个实用化的能够载人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而是一个试验平台。那么这个试验平台如果研发成功，就有可能为今后我们开发高超音速飞机呢奠定相应的基础。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和一般概念上的载入滑翔弹这个飞行方式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滑翔弹头它是没有动力的，通过地球的引力，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时候，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大概能够超音速10倍，好一点的话呢，可以到20倍。目前北京理工大学所提交的这么一份报告里面所展示的飞行器，可不是非动力型的滑翔弹或者是滑翔飞行器了，而是带动力的飞行器。那么这种带动力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它采用什么动力？这个呢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目前世界上一些航空大国都在积极的开发高超音速飞机。那么这些高超音速的飞机也好，导弹也好，首先要解决一个动力装置的问题。那么要想在地面水平滑跑起飞，能把它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是亚轨道这个高度上，必须解决不同动力装置的组合问题。比如说水平滑跑起飞的时候，一般你采用涡桨、涡扇、涡喷发动机比较合适。当你的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2倍之后，可以启动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超燃冲压发动机一旦正常工作，就可以把这个平台呢的速度加速到音速的10倍、15倍。如果再往上飞，大气密度越来越小，那么超燃冲压发动机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因为超燃冲压发动机和涡喷、涡桨发动机一样，都属于吸气式发动机。在很高的高空飞行，比如说5万米、6万米、7万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可能冲进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密度再怎么压缩，它也不能够维持正常工作了。这个时候，发动机就要变成纯粹的火箭发动机了。也就是说，不能依靠大气层里的氧气为它提供正常的燃烧了，需要用液氧为它助燃。这时候它的动力装置就变成了一款纯粹的火箭发动机。从目前高超音速飞机的动力装置来看呢，混合动力装置是一个可选的方向。当然还有一种国外科学家正在开发研究的新型动力装置呢，称为涡轮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在它的进气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涡轮给发动机呢增压，而且在增压之前需要把冲进发动机里的空气迅速降温，在0点几秒的时间内将它的温度降低到零下100多度、200度这个水平，让气体变成液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它的工作效率。而且用这样的发动机呢，可以只采用一台非混合式的动力装置，就能够把一架高超音速飞机或者是空天飞机以水平起飞的方式送到近地轨道附近，或者是送到亚轨道高空，让它持续的做水平飞行。这样的飞机一旦研制成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要比现代的各种各样的超音速飞机呢要高好多倍。比如说以15倍音速、20倍音速的速度在大气层边缘做高速飞行，那么它就能够实现1到2个小时
飞抵全球各个地方，而且呢，抵达目的地之后，可以用水平降落、水平着陆的方式落在机场跑道上。那么这样的飞机和导弹就不一样了，它必须要有机翼。什么样的机翼最适合高超音速飞机使用呢？一般来讲，三角翼、梯形翼是可选的方案之一。那么，北京理工大学所透露的这篇论文里面展示的这架空天飞机或者高超音速飞机呢，它采用的机翼和协和式比较类似，机翼前缘是连续弯曲的，类似于哥德式建筑的外观，因此呢又被称为哥德式机翼。只不过这款新的平台和协和式飞机所采用的机翼相比，它的面积要小得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你高超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它阻力是不一样的，机翼越大，阻力越大。用协和式的哥特式机翼作为高超音速飞机的机翼，显然面积过大，而且呢，它很难承受高温，因此必须把它缩小。当然，这个缩小呢，也要有一个限制，起码你能保证高超音速飞行器起飞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升力，让它离地升空；降落的时候也要有足够的升力，保证它安全降落。因此，它在设计方面会采取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机翼的降温问题。另外呢，它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抗高温？因此，抗高温的材料要有，降温的措施恐怕也得有，才能保证它在不同高度层都能够实现稳定安全的飞行。那么最终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飞机，它要想在跑道上起飞和降落，它的最大速度大概要控制在300-400公里每小时这么一个范围。那么在空中呢，它当然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10倍、15倍甚至20倍，但是降落的时候，你的速度一定能够要降得比较低，才能够保证它的安全起飞和降落。目前研制高超音速飞机，它会面临的很多的问题，动力装置必须解决，材料控制系统也是很大的难题，甚至呢，飞机的燃料也和现在的常规的战斗机、运输机采用的燃料呢也不相同。但是，一旦这些难点被攻克，那么人类开发的有人驾驶的和无人驾驶的飞行器，那么它的飞行速度呢就可以有重大的突破，既能够适应低速飞行，又能够适应高超音速飞行。这样的一个平台一旦研发成功，那么就可以大大的改善未来人类交通运输的效率、效能，当然也可以大大的提升军用飞行器这里主要讲的是无人驾驶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和有人驾驶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作战效能。我们期盼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那么中国也好，国外也好，他们研制的高超音速飞机或者是空天飞机，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现实呢？按照科学家们和专家们的预测，其时间节点大概在2035年之后。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